说了一辈子英语的外国人答中国人的英语考试卷能考多少分？这次我公公婆婆来中国，发现扎铁这英文也太差了。I'm hungry， 谁录饭呀？温迪就开始挑事儿了，说我觉得吧，扎铁英语不好还是跟彩铃有一些关系的。不行，我来中国亲自带吧。毕竟英语吧，它不光是口语，它涉及语法、用词、引申含义啊这些东西。大胖媳妇说，哎，要是比这些东西，你还真比不过中国人。温迪当时就炸毛了。我说英语60年了，我英语没有中国人好，我是大傻帽啊，大傻帽啊。大胖媳妇说，口说无凭，咱可以考试。都说今年英语考研的卷子难，你我爸还有彩铃一起答。温迪非常有信心，于是我和俩老外在我办公室考了一次考研英语。监考是大胖媳妇的老本行，作为本次考试的监考人加阅卷人，他非常严肃。Papers down for the test start. 然后我们就开始答了。说实话，这卷子真挺难，但我毕竟经历过应试教育的锤炼，我还能对付。我公公婆婆就不一样了，首先完形填空就给干懵了，因为他俩从来就没见过完形填空这个东西。温迪说，这文章说一半非空出一块让我选，那 ABCD 我看都行啊。大胖媳妇说，你如果瞎选，那这文章就看不懂它是啥意思了。温迪说，你一个文章留20个空，谁能看明白它是啥意思？然后呢，温迪阅读障碍，阅读的时候必须得读出来。温迪越读越费劲，直接给他家最有文化的小女儿妮蔻打求助电话。时间紧迫，上来就问妮蔻，所以我们能从文章第5段了解什么信息？妮蔻说，那文章第5段讲了啥呀？温迪说，我要是看明白了，我问你呀。温迪越来越绝望，开始想抄袭，但是他不抄说英语的布莱恩，他抄我的。温迪还在坚持，布莱恩答20分钟之后，非说自己要上厕所，憋不住了。大胖媳妇都训斥他爸，一考试你就拉，你纯是个考拉。幸亏监考老师多个心眼，出去看了一眼，发现他爸考半道自己打车回家弃考了，人家考拉跑了。当时看他俩那样，我就知道我第一应该是稳了。第一可不是白得的，我们考试也是有奖品的。第1名的奖品我早就挑好了，就是我一直在用的修丽可色修精华里边的特研褪红配方，先观肌肤红敏总开关，再抑制7大泛红因子，什么泛红它都管得了。超千人褪红测试认证的效果，爱泛红的敏肌1瓶它就够了。经过阅卷老师的仔细批阅，分出来了，温迪19分，布莱恩32分，我以71分的成绩夺冠。我挺震惊，我说那温迪怎么能比考拉低呢？考拉都没考完呢。大胖媳妇说，我妈也真是个大傻帽，时间不够了，蒙阅读理解是按照 ABCD 蒙的。B C D A 0。人家我爸考拉起码还知道蒙题都得蒙一个答案，人全蒙的 B。 Wendy, back to you. 32. 那天满分多少分呀？100分。这外国人英语还不听我呀？让不让你俩报个吧学去了，报个吧学去了。这外国人学汉语吧，还真得加点小头，光凭热情容易挨打。大胖媳妇因为跟我爸学了一句汉语，觉得学到了就要多用，结果把人家搬家公司给骂了，差点挨顿刑。咋回事呢？俺家最近非常着急要搬家，因为房东把这房子给卖了，新的买主呢就很着急要装修，就天天劝我们，你们能不能赶紧搬，能不能赶紧搬？为了保证孩子上学方便呢，我们就在同一个小区找的新家，新宅跟故居就隔了3栋楼。你说这距离吧，它但凡远一点，你还能雇个搬家公司用车拉。这俩地方呢，距离不超过35米，就只能找那种收纳公司用小车给你平移搬家。我以为能更便宜呢，就上网找了一种服务叫日式搬家，说都给你分好类，归纳好，你啥也不用操心。说的可好了，而且上门就认出来俺家人了。你不是大胖媳妇吗？我认识你。然后转身评估，报价14000。大胖媳妇一听疯了，问我，他认识我，难道不认识我妈吗？你给温迪14000，他能把北京朝阳区都给你收纳了，这钱花的可太大脑袋了。你赶紧让他走，逼我撵走了收纳公司。大胖媳妇说她坚决要自己搬，此刻就开始运。然后我爸就不让，我爸呢查了万年历，说今天不适宜搬家。大胖媳妇完全没听说过这种讲究，就问我爸为什么。我爸说，确切的说，人写的是今天诸事不宜。大胖媳妇说，什么是诸事？我爸说，诸事就是所有事，诸在汉语中指所有，诸事不宜，诸有此类，烽火戏诸侯。大胖媳妇听懂了诸指所有的汉语用法，但并没有懂背后的习俗。同城购物买了一个超市的购物车，晚上天一摸黑就开始自己搬。趁我爸不注意，他把小的东西都放购物车里，在地下车库搬了10多趟，但是发现大件他确实搬不动，然后自己联系某搬大件的公司，约了3个师傅帮他过来搬床什么的大家具。我爸都快睡觉了，大胖媳妇过来了，老丈人你起来，人家来搬床了。我爸说谁来了？大胖媳妇说，猪来了，猪来了。猪来了，谁来了？
猪来了，猪来了，猪来了，猪干什么？我爸莫名其妙被他薅起来，陪猪一起搬家。我说你用我爸可以，但马上过年了，得犒劳老爷子。他血糖不稳，忌口和营养不均，你送一堆不如送一杯伊利新活舒糖奶粉。这一杯富含16种营养，低 GI 零蔗糖，葛根、黄精这类中式养生食材，适合要控糖的中老年。这叫送的贵不如送的对。人小区都有认识我们的，非常尴尬。我爸就陪着大胖媳妇儿，连着孩子就这么一趟一趟搬的。然后我爸对今天搬家这事儿呢，就还是不是很舒服。路上就跟大胖媳妇儿叨叨，就不应该今天搬。大胖媳妇儿呢有她的小心机，她就生怕我万一脑袋进水，同意哪个收纳公司了呢，花那大脑袋钱，所以就想赶紧把这活干完，让日式收纳无机可乘。我爸呢就老在他旁边阻挠，大胖媳妇一个着急，爸放车里了。我爸还说呢，根本不差这一天，你咋不听话呢？明天是个好日子。大胖媳妇想起来，想制服他老丈人，让他别说话，那就只有这一个招了，上来把我爸又亲一口，强吻，跟我爸说，你说的这些，猪听不懂，猪听不懂。今天 already 搬完一半了 ，no matter 你说啥，12点之前我要把猪搬完，我要把猪搬完。外国人来中国玩不会英语怎么沟通？今天我学到了硬沟通。我们今天呢带着我婆婆去故宫了，到了故宫那问的全是问题，这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意思？然后我呢没睡好觉，我就跟我朋友说，我说你们给他翻译，你们给他解释吧，我解释不动了。然后我这几个朋友呢英文很有限，4级都没过，但主打一个勇敢。故宫啊有一个龙形的排水系统，就是下雨下多了都流到龙这儿，然后龙再以这个喷泉的形式喷出来。温迪就问这是什么？我朋友说温迪，When there is a many water, it goes to the dragon, and then the dragon。护温迪一脸呢，让温迪听懂了。然后故宫还有那种动物型的避雷针吗？温迪说那又是什么？另一个朋友说这个我解释，闻，哗啦啦啦，唰唰唰唰，咔咔咔 ，you know this。温迪说啊，避雷针也听懂了。然后游完故宫我还说，我说温迪今天我就不太舒服，不好意思没给你翻译。温迪说我都听懂了，反正我觉得你吧有时候就自己操心，老往自己身上揽活。比如你跟我儿子啊，我都看出来了，就你老给他翻译，他就啥也听不懂。你越翻译他就听不懂，哎，你就不翻译，我就不信他沟通不了。我这排水系统和避雷针，最后我不也听懂了吗？你要放松，你要相信，地球没你照样转，你越操心你活越多。然后第二天我们出门，我跟大胖雪在车里，他就跟我说，你跟司机说停下，我上厕所。我说我就不翻译，他没办法就跟司机说 Sorry， 我上厕所。师傅说你憋10分钟，10分钟到了。大胖雪又跟我说你跟他说我等不了。我说我不说，给他急的，坐在副驾驶上跟师傅说 I can't 憋，我的上厕所不是，我的上厕所是哗。师傅听懂了 You must 憋啊，这个老外 out of control 了 ，out of control 了。We will 到了。然后我就发现了，其实温迪说的很有道理。就以前我认为这种事就必须我来翻译，我来滚，但实际上你说没有我，也就硬沟通也都整明白了。我要不翻译，他可能也就学汉语了。那天跟我说，你别老觉得这家没有你孩子活不了了，你就出去喝酒去，出去蹦迪去。今晚我给你管孩子，我跟你说，你出门的时候还哭，你都没到1楼呢，还把你忘了，没事儿。然后我就真去了。我走的时候，我爸还说，哎呀妈呀，当妈了这裙子穿太短了。温迪。等我把孩子哄睡着，我也要去找他跳舞的。那你们看着我裙子呢？我都当奶了，我裙子更短。那当妈要都穿棉裤蹦迪，那以后谁还敢当妈呀？然后温迪啊来中国找我们之前就问过我说，我如果去中国可以住你们家吗？需要收费吗？那我肯定不能收费。但我当时就逗他，我说那需要啊，咱们都 AA 制嘛。然后他就当真了，他就把我家附近酒店都搜了一遍，就攻略已经做好了。然后我昨天就跟他说，我说收房费这事纯属逗你玩，我能收你钱吗？但是你搜的那些酒店，你能给我看看吗？我有时候真想出去住2晚上。就你儿子呼噜打的，我有点神经衰弱了。然后正好呢，第2天就是我们约的宜家的改造设计师来我家要改造聊方案，然后我就跟人聊说孩子啊，床希望怎么地，桌子咋地。温迪就搁旁边偷摸捅我，孩子没有必要一人一个屋，他也不加班。你让设计师把他俩整一个屋去，你自己要个屋，这房间就是你的，你让他给你加个密码锁，再整个隔音墙。你觉得这屋爆炸了，乱的不行，说你咔一锁，你就一门隔断人间事，别开门，你老公自己照顾孩子，地球没你照样转。宜家的设计师也是个女生，一下就理解了我的需求。以前的房间是这样的，现在是这样的。这个房间现在就是我充电区。宜家可太会选床品了，像这个床垫，我一个浅睡人士也能睡得老安稳了，支撑非常给力。你们也可以下载个宜家 APP， 给你的睡眠选几个我同款垫被的。现在呢，我改装的房间给我了，温迪也快离开了。我躺在这个房间哈，我就想跟大家说，所有的女生，尤其是妈妈，都应该告诉自己，地球没你照样转。因为这房间的主意是我婆婆怂恿我这么做的嘛。我婆婆呢和所有人一样，有优点也有缺点，但是我很感激她，就是她确实慢慢在教会我一个事儿，就是人啥时候都要学会爱自己。